当宇宙诞生后的一瞬间，你就注定会刷到这条视频。这便是爱因斯坦坚信的宿命论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可以被推演出来。而这几位疯狂的科学家，他们用量子计算机投影出了未来。老头调整了投影中的时间坐标，此时众人出现在了屏幕里，这就是他们未来1秒后的画面。屏幕里的一位科学家挥了挥手，紧接着屏幕外的便做出了动作。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，另一位科学家也坐不住了。这么精准的预测太过于可怕，所有人都让老头关掉系统，因为这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悖论：预测未来的事情也会在对面发生。是他们看到了屏幕里的世界，还是屏幕里的世界看到了他们？故事还要从阿玛雅量子公司讲起。这家公司一直都在研究量子科技，而最为神秘的就是开发者项目。开发者基地外围竖立着几十根柱子，这些柱子由纯黄金打造而成，主要作用是形成铅体法拉第屏障，屏障可以阻断外部信号干扰。基地内部都是由电磁场支撑运作，电磁场让试验区处于悬浮状态，在进入时员工必须要乘坐悬浮电梯，不然外部的真空环境会导致缺氧。这么严格保护的就是一台量子计算机。如果把它比作是爱因斯坦本尊，那么普通计算机就相当于星星，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夸张。在这里工作的员工不需要加班，他们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，只有一个要求极为严苛，那就是不许携带手机和储存设备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约束。新员工赛奇想询问自己的工作内容，可老板却表示不会告诉赛奇，他需要自己去理解量子计算机。说完便给赛奇展示了主机代码。稀里糊涂的赛奇还想问些什么，可一回头老板就不见了踪影。赛奇只好先读起这些代码，然而他仅仅看了不到几行，内心的不安和惶恐就开始袭来。代码中的内容让他不寒而栗。如果这些代码真的都在运行，那么这台机器和造物主又有什么区别？他生命中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一串数字。赛奇看着代码越想越害怕，这台计算机甚至让他感到恶心想吐。无法直视代码的赛奇逃离了工位，他来到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赛奇是多么后悔看到了这些代码，比起谎言，真相更让人难以接受。赛奇终于忍不住吐了出来，不知在厕所缓了多久。冷静下来的赛奇赶紧调整手表，指针的背后居然藏着微型摄像头。原来赛奇是一名商业间谍，他混进这家公司就是为了窃取代码。回到工位后，赛奇将代码全部排了下来。旁边的女同事发现了他的异常，同事接了杯水过来安慰赛奇，并告诉他不要着急，可以慢慢接受。但赛奇还是想再确认一下，难道这些代码都是真实的而不是理论？赛奇看到的当然不是理论猜想，那些代码都在这台计算机中运行，而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结果。赛奇告诉对方，如果代码都是真的，那这台计算机可以改变所有事情。然而同事却告诉他，即便它是真的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此时赛奇还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在下班前，赛奇偷拍到了全部代码。由于基地出口没有检测装置，赛奇还以为自己真的可以逃脱。然而他刚走出法拉第屏障，老板突然就站在了他的面前。很显然对方已经发现了他的身份。老板向他说了些关于宿命论的话题。宇宙从一开始便是确定性的，玻璃珠的滚动是因为有推力，人因为饿了所以才吃东西。他告诉赛奇，我们都陷入了自由意志的幻觉中，人们的感官乃至判断和决策，这些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剧本，而赛奇今天的行为也包括在内。此时赛奇还抱有侥幸心理，他认为自己的身份还没有暴露。老板提起了著名的线虫实验，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其实跟他一样，只不过需要的数据更加复杂而已。赛奇被老板吓得瑟瑟发抖，对方很可能已经偷窥了自己的未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老板并未怪罪于他，老板似乎有意想放他离开。赛奇抓住机会撒腿就跑，但远处早就有人在等他过来。对方瞬间就制服了赛奇，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塑料袋。看来这种事情在公司经常发生。安保准备让赛奇窒息而亡，而这一切早就在老板的意料中。白天的那位女同事刚好下班路过，看着还在垂死挣扎的赛奇，女同事并未产生任何怜悯，就跟她白天所说的一样，即使知道未来也改变不了什么，这都是注定好的剧本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到了深夜，女友一直联系不到赛奇，她开始有些担心对方，于是又打给了赛奇的同事丽丽。感觉赛奇肯定出了什么事，平时她都是下班最早的那个人。同事让她放松休息，开发者基地有法拉第屏障，她肯定打不通赛奇的电话。程序员加班到凌晨都是很正常的。等到了第二天，丽丽发现男友依然没有回家，她赶紧向公司的安保部门汇报，殊不知此人就是杀害赛奇的凶手。安保调出了赛奇昨天的全部监控，紧接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。视频中的赛奇在9点钟就离开了基地，监控捕捉到了他一晚上的行动。10点钟后，赛奇徒步走上了高速公路，也就是说赛奇活着离开了园区，之后就超出了公司的监控范围。此时老板也来到了安保部门，他也是刚听说赛奇的离奇失踪，两个凶手就仿佛被抹除了记忆，昨晚发生的事情居然全都忘了。老板下令赶紧报警找人，并且还要调动公司的资源寻找赛奇，而监控中的内容也难以解释，明明赛奇昨晚就被他们杀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警方也很快赶到了公司调查，直觉告诉丽丽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监控中的赛奇走路方式非常奇怪，他好像在寻找某个目标。老板决定给丽丽放假休息，赛奇的事情则全部交给公司解决。回到家中的丽丽喊了声赛奇，可空荡荡的房间并没有回应。丽丽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
自己再怎么说也是个科研人员，想调查男友的行踪岂不是很简单？她赶紧找了一台闲置手机，并将它恢复到了出厂设置。手机有云端账户可以同步数据，丽丽顺利登录上了男友账户。接下来就是同步男友的数据，只要翻看通讯记录就能找到线索。等待许久后，数据终于同步完成。丽丽检查了手机中的所有软件，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应用。赛琪明明十分讨厌数独，但手机里却下载了一款数独游戏，而且这个软件打开后还需要密码，这个密码就连她也不知道，只要输错3次，软件就会被抹除。另外一边，老板和部下在基地门口思考着什么。原来那位女同事是该项目的主管，两人随后聊起了宿命论。如果这个世界真是提前安排好的，那么量子世界又该怎么解释？为什么会观测到多种不同的结果？到了第2天，丽丽收到了惊人的消息，公司这边已经找到了赛琪。只见监控中男友拿着一桶汽油，随后又将汽油淋遍全身。老板告诉他，赛琪在失踪1天后，不知为何又在昨晚回到了公司广场。紧接着便发生了监控中的一幕，赛琪用汽油点燃了自己。丽丽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自己的男友怎么可能离奇自焚？她赶紧跑到案发现场查看，果然在那里看到了烧焦的尸体。赛琪的死亡太过于诡异，这件事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她想起了手机中的数独软件，这里面很可能埋藏着什么秘密。于是丽丽找到了前任男友，对方是一名加密软件的天才，破解这种应用对她来说小菜一碟。经过胡子男的一番操作，她发现这并不是一款数独游戏，而是一个加密通讯软件。软件一直在用哈萨克斯坦语进行对话，收取信息的服务器位于俄国，也就是说赛琪是一名间谍。丽丽这才知晓了男友的真实身份，原来对方一直在利用自己伪装。胡子男不想卷入政府之间的争斗，他抄写下了数独密码，便让丽丽离开。回到家中，他查看了软件的聊天内容，内容中显示赛琪还有接头人，但对话在赛琪进入开发者后就中断。丽丽假装赛琪回复了接头人的消息，可对方已经知晓了他的身份。接头人想要明早在金门大桥见面，为了解开男友自杀之谜，丽丽鼓起勇气同意了见面请求。紧接着软件突然自己清除了信息，明明对方可以提前毁掉软件，为什么非要等丽丽联系后再自毁？单纯的丽丽就这样约见了接头人，接头人告诉了他赛琪的身世。赛琪在莫斯科大学时就加入了情报局，他的任务就是潜入开发者项目。他们猜测阿玛雅研发出了不得了的机器，如果机器落入美国政府，将会是一场末日。他想策反丽丽接受赛琪的工作，然而丽丽对这种事情并不感兴趣，她只想知道男友死亡的真相。接头人表示他们这行不存在自杀，虽然丽丽亲眼看到了监控录像，但录像也是可以随意篡改的。很显然是开发者的老板杀害了赛琪，这就是赛琪死亡的真相。接头人并没有为难丽丽，他让丽丽就这样继续生活好了。如果想要报仇，也可以加入他们，只需要把窗户前的椅子挪开，到时候他自然会与丽丽取得联系。虽然接头人选择的地点荒无人烟，但开发者的人早就知晓了一切。杀害赛琪的安保正躲在一旁听着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量子计算机的能力不止于此。此时开发者已经取得了另一项成果，他不仅可以计算出未来，甚至还能演算出过去发生的事。2000年前的火刑现场被演算了出来，并以投影的方式展现在众人面前，就连下方站着的牧师也不例外。虽然他们可以投影出历史画面，但项目主管认为投影太过模糊，他们需要计算出更为清晰的投影。虽然投影出的画面较为模糊，但这已经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。美国政府很快就盯上了这家公司，他们派遣了一名参议员前来谈判。参议员想用政府的名义接管阿玛雅，但公司老板直接拒绝了对方，因为老板已经看过了这段历史，今天的对话都在他的掌握中。参议员询问阿玛雅到底在研发什么，老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机密。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参议员居然认为阿玛雅在预测股票，顺便还问起了明天的天气。看来他的头脑也就停留在了赚钱。参议员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此时开发者团队正在偷窥历史，屏幕中投影出了某个历史人物，他的不雅画面就这样被人观看。主管凯蒂赶紧叫停了这种行为，他警告团队人员必须遵守规定，第一就是不能观看人类的未来，第二不能偷看历史人物的隐私。这句话还好意思说出来，老头忍不住嘲讽了一顿主管。其实不止美国盯上了阿玛雅，就连俄国也想了解这台机器，不管他们派出多少间谍，但每次都会被开发者的人干掉。间谍老大隐约猜到了什么，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晚了。今天在历史中就是他的死期，开发者的人已经盯上了他。安保并没有第一时间干掉对方，他想劝说间谍老大放弃调查，而且接头人的做法非常不人道。在自己派出的间谍死后，他居然还想策反阿玛雅的其他员工，单纯的丽丽就不该被卷进来。然而对方根本就不听劝，于是两人在停车场厮杀了起来。最终接头人被安保极限反杀，丽丽这边也不可能出卖公司。在预测未来中，她拒绝了邀请，她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男友。赛琪的离奇自焚让丽丽无心上班，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上级领导，还有间谍策反的事情也说了出来。领导听完人都傻了，他怀疑丽丽是不是出现了妄想症。闺蜜把领导拉到了一边，她告诉领导丽丽曾患过精神分裂，甚至还因为此事进过医院。领导听完也很同情丽丽，毕竟人家的男朋友刚去世了。领导走后，两人又商议起了什么。原来刚才的事都是他们计划好的。丽丽想在公司散布自己的谣言，紧接着两人来到了安保部门，丽丽又把间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
其实安保心里非常清楚，至少赛奇的死亡跟他脱不了关系。丽丽越说情绪越是激动，眼看没人愿意相信她的话，于是悲伤的丽丽摔门跑了出去。此时公司老板正带着参议员巡查，他用竞选资金换回了公司项目，也就是说这名参议员被收买了。老板突然看到了远处的丽丽，丽丽居然选择用跳楼的方式诉苦，老板赶紧给安保室打电话。在经过老板的提醒后，安保这才发现了想自杀的丽丽，他赶紧走过去安慰对方。虽然这名安保是开发者的杀手，但此人本质上并不坏。而屋内的闺蜜已经展开了行动，她将准备好的储存器插入了电脑。外边的吃瓜群众还在关注丽丽，量子计算机曾预测过她的未来，今天肯定不是丽丽的死期。在经过安保的劝说后，丽丽终于放弃了轻生念头。两人上演的苦肉计超出了预期，丽丽和闺蜜里应外合欺骗了所有人。闺蜜从安保室拷贝走了监控录像，这下他们就能调查出赛奇的死因。技术活当然要交给胡子男。胡子男在观看录像前拆掉了网卡，因为拷贝录像的 U 盘是公司产的，只有拆掉网卡才能保证个人隐私。果不其然，胡子男发现了录像中的异常，丽丽的男友在点燃汽油后自焚，随后产生的火焰明显有问题，火焰中有几处相同的地方，也就是说这段视频是特效做的。但丽丽当时在现场辨认过尸体，而且法医也认定他就是赛奇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赛奇死后被人伪装成了自杀。但是知道真相又能怎样？丽丽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。而另一边，老板又在偷看未来，这段未来和丽丽的生死有关。量子计算机预测出她会在48小时后死亡，而且是死在了开发者基地。知晓太多未来的老板感到了恐惧。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非常烧脑，大家一定要保持注意力。他告诉一旁的凯蒂，假设他们预测出了1分钟后的未来，1分钟后凯蒂会双臂交叉，但是凯蒂已经看过了这段未来，1分钟后他拒绝做出这个动作，也就是说他改变了历史。此时老板已经开始对宿命论动摇了。凯蒂见状赶紧稳定军心，他告诉老板，因在果的前面，果又导致了因，未来一定不会发生任何改变，就像过去已经成了事实一样。坚信物理宇宙的老板开始动摇，而这位天才少年将会推翻因果论。林登在量子世界中有了新的发现，目前量子计算机可以计算到亚原子，所以他们才能从量子世界中预测。之前他们一直都在用因果论的方式，也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波姆理论。该理论中的微观粒子可以有确定的运动，他们用这个理论算出了明确的未来，但是计算出的未来投影非常模糊，而且他们的量子计算机存在二元对立，说人话就是完全要遵循因果律，这导致预测出的音频充满杂音。于是林登放弃了波姆理论，他采用了哥本哈根的多世界诠释理论，最终量子计算机算出了清晰的音频。当然他还没有开始计算画面，他猜测用这个理论计算画面也很清晰。林登的天才行为直接点醒了众人，确定性是因为一切有可能的事都会发生，说人话就是平行宇宙。林登的计算方式让老板非常生气，他认为采用这种理论预测未来，即使预测出了也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。但林登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每个宇宙之间的差距很细微，有可能就是少几根头发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参考另一个宇宙的事物，这样就能知晓自己宇宙的未来。可老板认为差异就是差异，这样算出的未来根本没有参考价值，因为多世界理论会产生无限变量。老板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开除了他。团队坚信的宿命论不许任何人动摇。然而等员工全部离开之后，主管凯蒂使用了林登的办法，他投影出了一段历史让老板观看。模糊的小女孩画面逐渐开始清晰，她就是老板意外死去的女儿。老板研究量子计算机都是为了她，这也就能理解老板为何坚持宿命论，因为他想要的是自己真正的女儿，而投影中的是另一个宇宙。同时公司的安保也反应了过来，他带着警察上门想逮捕丽丽，并以偷取公司机密指控了他。在警察逮捕丽丽之后，他又把目标盯上了胡子男。安保知道这都是胡子男搞的鬼，为了让胡子男长个记性，安保直接掰断了他的手指。这一切都被主管凯蒂看在眼里，其实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也许偷看胡子男的未来不够过瘾。紧接着他又看起了另一个宇宙的自己，在这个宇宙又会发生什么？这是一场关于双缝干涉实验的争论。一束光子照射到屏障的2条狭缝中，结果显示光子表现出了波的性质，光子穿过狭缝后留下了多道条纹。根据波动理论，他们推断出了一种解释，光子能以某种形式和自身发生互动。为了能观测实验中光子的整个运动，科学家在双缝旁安装上了探测器。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光子居然没有了波的性质，它以粒子性在屏幕中留下了2道条纹，也就是说观察行为改变了实验结果。之后多个学派给出了自己的解释，其中就有冯诺依曼魏格纳坍缩模型，他认为是人类的意识导致了坍缩。台下的凯蒂听完就不乐意了，他对着教授破口大骂。凯蒂认为这是二元论的一堆废话，他更加倾向于艾弗雷特诠释。教授并没有对凯蒂的质疑反驳，他给同学们解释了艾弗雷特诠释。该理论认为粒子的叠加态没有发生变化，而是整个宇宙都因观察者产生了分裂，在观察的那一瞬间，宇宙分裂成了两个宇宙分别有2个不同的结果。我们所在的就是2道条纹的宇宙。这个理论意味着宇宙在不断分裂，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所有可能事件都会发生。我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，凯蒂在听完演讲后离开了教学大楼。
他出门的这一瞬间会产生无限变量。凯蒂有可能会用手机查看时间，也有可能检查自己的背包。无论凯蒂在出门后产生多少情况，每个可能性事件都会被分裂出来，每个凯蒂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宇宙。当然，这个宇宙的凯蒂不会消失，他会继续自己的生活。刚才听讲的一位学者拦住了凯蒂，弗雷德很欣赏他刚才的发言。他从学校听说了凯蒂的家庭状况，凯蒂的父母已经无法支撑高昂的学费，于是弗雷德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自己供养凯蒂上完大学，但是他必须要加入开发者。开发者是弗雷德创建的团队，这个团队正在研究量子计算机，他想用量子计算机模拟出一个宇宙。智商过人的凯蒂肯定有办法。果不其然，凯蒂的加入让理论变成了现实。他使用的方法简单粗暴，实验人员在扫描仪上放了只老鼠尸体，量子计算机能在亚原子层面演算，而模拟出来的结果可以作为基础推演。以这只老鼠的尸体作为基础，量子计算机开始反向推演结果。就这样，周围的事物被演算了出来，就连在场的众人也被算了进去。理论上，只要计算机能一直演算，那么它就能模拟出整个世界，就像我们反推宇宙大爆炸一样，可以用现有的世界演算出以前。那么新的问题来了，模拟出世界的操作也会在对面发生，是凯蒂他们演算出了对面的宇宙，还是对面的宇宙演算出了凯蒂的世界？弗雷德之所以想模拟出一个宇宙，是因为几年前发生了一场悲剧。那天他正等待妻儿下班回家，眼看妻子驾驶的车辆即将抵达，可下一秒悲剧发生了，侧面冲过来一辆汽车撞飞了妻子。弗雷德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，明明上一秒还在跟妻子通话，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？根据艾弗雷特的多世界理论，刚才发生的事产生了无数变量，在另一个宇宙，他的妻儿平安无事，弗雷德如愿以偿地接到了孩子。然而可悲的是，他现在所处的宇宙发生了意外，女儿和妻子当场死亡，车祸变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于是弗雷德开始研究量子科技，也就有了后来的开发者团队。搞定胡子男后，安保回到了阿玛雅。他告诉弗雷德和凯蒂，现在的莉莉已经在调查公司，如果被他调查出来自己杀了人，这足以让他在监狱待一辈子。他想杀了莉莉以绝后患，但是凯蒂很自信地告诉安保，他看过了未来的场景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杀死莉莉。安保还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由于指控莉莉的罪行还在调查，再加上他之前说过有患病史，警方只好先将莉莉安排在了医院，这也给了胡子男救她的机会。胡子男被安保威胁后没有害怕，反而不顾危险将莉莉救了出来。事后胡子男建议曝光阿玛雅公司，但莉莉很清楚阿玛雅的势力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不可能斗得过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自己和老板谈谈。于是两人来到了弗雷德家。当敲门的这一瞬间，弗雷德提前开门迎接了他。他早就看过了这段未来。莉莉询问男友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，一旁的凯蒂赶紧出来解围。他提出由自己来回答莉莉的问题。等胡子男他们离开之后，凯蒂将赛奇的死因说了出来，他是因为窃取代码才被杀的，下手的人就是那个安保人员。其实这些莉莉早就知道了，那还不如问些不知道的事。于是他问出了那个终极问题：开发者到底是什么？凯蒂听完微微一笑，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。于是凯蒂反问道：世上有无缘无故会发生的事情吗？莉莉肯定相信这个世界是随机的。他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，比如人在雨天被闪电击中是随机事件，还有小孩子患上白血病也是随机的。很明显，这不是凯蒂想要的答案。白血病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，闪电则是因为静电放电。莉莉又提到了抛硬币，抛硬币的结果就是真随机事件。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凯蒂告诉他，抛硬币是复合事件，抛硬币的结果和温度、湿度、力度有关。不管莉莉提出多少例子，凯蒂都能用物理学完美化解。他告诉莉莉根本就没有随机事件。凯蒂将桌子上的圆珠笔推向了对方。假设现在有一台计算机，他们把笔滚过桌子的数据输入进去，这些数据包括滚动的速度，还有圆珠笔的质量和原子结构。那么这台电脑就能算出推动笔的力度，这根圆珠笔会在什么时候停止。换句话就是可以算出笔的过去和未来。现在把世间万物全部带入进去，这就是开发者项目在干的事情。他们已经偷看了很多未来，但是发现超过某一个固定时间，计算机就再也算不出来了。无论他们怎样调试都没用。而现在距离那个时刻仅剩21小时，也就是说明晚会发生某个未知事件。这个事件会导致宇宙的因果律崩塌，要么就是21小时后宇宙会毁灭，只有这两种可能。凯蒂认为这个事件和莉莉有关。21小时后，莉莉会出现在开发者基地，然后她会死在那个地方，之后的未来就再也算不出来了。莉莉听完表示自己不去会怎样，她明天晚上可以选择待在家里，但是凯蒂认为未来不可能改变，这一切都是注定好的。莉莉觉得他们都疯了，计算机怎么可能算出她的选择？难道人类就没有自由意志吗？莉莉自信地表示不会去开发者基地，紧接着便走了出去。从凯蒂平静的反应来看，这次谈话的每个细节她都了如指掌。就在莉莉和胡子男离开的时候，远处的安保已经盯上了两人。安保认为莉莉和老板达成了和解，搞不好杀人的事会让自己背锅，于是安保决定消除莉莉这个隐患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弗雷德跟凯蒂做出了最后道别，因为宇宙很可能就在今天毁灭。他告诉将要出门的凯蒂，别忘了今天和林登的谈话。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非常复杂，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。
凯蒂约林登来到了一处水坝旁。林登知道凯蒂偷看了未来，所以林登询问一会儿会发生什么。凯蒂告诉他几分钟后你会翻越护栏，然后放开抓着护栏的手，张开双臂。林登很不解自己为何这么做。凯蒂告诉他是因为多世界信仰，既然你那么坚信多重宇宙的存在，那么站在护栏上就会产生2个结果，要么掉下去死掉，要么保持平衡活下来。也就是说他在有些宇宙会掉下去，但会在另一个宇宙活下来。林登会在活下来的宇宙保有意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林登到底在这个宇宙会不会掉下去？凯蒂用量子计算机看过了未来，在未来中他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，因为凯蒂如果告诉他结果，那么就证明了宇宙是确定性的，这会抹杀林登对多世界的信仰。于是他鼓起勇气跨过护栏，紧接着便张开了双臂。此时他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，一旁的凯蒂就是那个观察者。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林登出现了无数次掉落的画面，然而可惜的是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宇宙活下来，最终的结果都是掉落死亡。凯蒂也出现了无数次离开的画面。另外一边，安保偷摸的来到了莉莉家，他打开门后发现了胡子男，紧接着便一枪直接杀了对方。在卧室的莉莉躲过了一劫。安保进屋后没有发现莉莉，他看到窗户上写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经典的问候语。安保以为莉莉是从窗户上逃走了，于是他便放下了戒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躲在一旁的莉莉突然冲了出来，她拿着台灯狠狠地砸向对方。但安保毕竟是退役特工，弱小的莉莉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很快莉莉就被按到了床上。关键时刻，一位陌生人救下了莉莉，他用数据线活活勒死了安保。此人正是赛奇的同伙，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赛奇。自从赛奇死后，便开始监视莉莉。他告诉莉莉，如果还想待在美国，那么就不要报警，也不要找联邦局，而是把这件事告诉中情局。但他可能会被连续调查数年。另一个选择就是离开美国，去往一个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。很明显，莉莉选择了复仇。胡子男不可能就这么白白死掉，他拿着手枪走进了开发者基地。就像凯蒂说的一样，这一切仿佛都是注定好的。门口的老头也看过今晚的未来，他劝说莉莉现在赶紧离开。然而他转头一想，自己在未来的确说过这句话，可能就连这个想法也是未来的一部分。于是老头不再劝说莉莉，他用自己的权限给莉莉开了门，而弗雷德早就在等着他了。此时莉莉已经开始怀疑人生，因为她根本就无法做出选择，她只能沿着未来的剧本前进，甚至就连说的话都不是自己的选择。弗雷德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他早在几天前就看过这段对白，也知晓自己会如何回答。这并不是有意识的重复台词，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时候，都是此时此刻他想要说的话。莉莉看到了屏幕上的阿玛雅，也就是弗雷德的女儿。弗雷德认为宿命论非常残忍，一小段信息就能计算出所有内容，每一个粒子的状态都与其周围粒子的状态相关联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了解一个粒子，就能知晓万物运作的状态和规律。弗雷德告诉莉莉是时候掏枪了，安保杀死胡子男的枪就在你的兜里。紧接着莉莉便做出了这个动作，这让莉莉瞬间感到了恐惧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全部告诉他。于是弗雷德用屏幕投影出了未来，在未来中，莉莉持枪威胁了弗雷德，他让凯蒂打开悬浮电梯的门，凯蒂也乖乖照做了。之后两人就走进了电梯对峙，莉莉准备带他去赛奇死去的地方。弗雷德告诉莉莉，死去的人完全可以在系统中复活，他们可以随意拉动进度条。也许就是这句话惹怒了莉莉，莉莉直接开枪打中了弗雷德，子弹穿透脑袋击中了玻璃。之前我们说过，实验室是真空环境，电梯掉下去后暴露在了外面，莉莉就这样慢慢缺氧死亡。这就是未来的全部内容。莉莉被这段投影震撼到了，即使她现在知晓了未来，但依然不能阻止这起事件。果不其然，几分钟后，投影中的内容开始上演，莉莉举枪逼迫弗雷德走了出来，凯蒂又一次给莉莉打开了电梯，这种感觉几乎让凯蒂崩溃。也许他们就不该研发这台机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本该持枪的莉莉突然扔掉了它，这一幕直接看呆了弗雷德，因为莉莉的行为改变了历史，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选择。然而她真的可以改变结局吗？也许这个世界还存在纠错环节。门外的老头突然按下了紧急按钮，紧接着实验室的红灯开始闪烁，他关闭了电梯的磁场系统，这让悬浮电梯直接掉了下去。两人死亡的结局依然没有改变。楼上的凯蒂赶紧质问老头，既然莉莉已经改变了未来，为什么又让电梯掉下去？老头则告诉他，未来必须是确定性的。紧接着他便转身离开了现场。在另一个宇宙里，剧情从开始的一幕上演，莉莉还是从熟悉的家中醒来，她依然在阿玛雅公司上班，只不过这个莉莉有些改变，她发现了赛奇的间谍行为，两人因为此事吵架分手。在这个宇宙里，弗雷德的妻儿并没有出车祸，一家人就在公司后面玩耍，而这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，它是凯蒂通过量子系统模拟的世界。